我们来讲一下，在越南胡志明市，你比较容易遇到哪一些坑，你是不小心就跳进去，然后就会损失了一些费用或损失了一些钱出来。那我们在这里依照我们遇过的，然后来依序分享。我个人觉得，在越南的第一大坑就是你一落飞机的时候的海关，那个真的我是觉得只有 X 关海关那边会是最坑的。我每一次只要过 X 关的时候，常常里面有放了一些东西，然后他就会要求这个东西是不可以入内。举例来说吧，我曾经有放了一台 iPad 免税店，那个 iPad 是在免税店买的，然后那个时候在免税店买的 iPad， 结果他说我的 iPad 需要抽税，反正就罚钱。然后必须要我跟他周旋了很久，就是还有一个同事他带了2台手提电脑，因为帮同事另外一位多带了1台，结果也是被 A 了1000块台币。那另外一个是还有一个也遇过一次，然后同事在背包里面刚好有一包汤，就是没有喝完的一个汤品，结果也是被要求拿了50万越盾。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最坑的就是这个海关。那这个要如何避开？如果你是入境越南，如果绿色通道刚好当天有开的话，你就尽快的通过用绿色通道，尽速的快速通过。如果绿色通道当时没有开，或是有人阻挡的话，那我通常会建议等人多的时候一起过去，这样子你可以避开一些很多的麻烦。如果你是国内线或是属于出境越南，那我通常会建议你拿去打包。你的行李里面刚好有液体，或是有一些特殊的东西，那我通常会建议你拿去打包。那因为海关人员跟打包人员好像有一定的默契。那我很常坐国内线，从台湾飞河内，河内飞胡志明这一个路程，我只要河内飞胡志明，海关就一定把我拦下来。我的大行李如果里面有一些酱油或是一些酒类、液体类的东西，都会被叫去打包，而且一定要花一些的费用，然后去买它的那个保丽龙箱，然后他才愿意让你过。所以你就一定要去给钱给打包人员，感觉他们有一定的默契在那边。而且你事先打包，上面他会帮你贴一个就是防打开的一个标签纸，就是易破易碎的一个识别纸，防止别人打开你的行李。顺带一提，如果你是出境，越盾最多只能带1500万越盾出境，美金可以带5000美金，但是越盾只能1500万，折合台币大概2万块。你只要超过，它就是被查到就是没收，而且它一定会查。接下来我们讲一下白牌的计程车。那在越南有一些白牌的计程车，通常会停在一些重点的观光地点，通常是槟城市场、还有酒吧街跟日本街这3个地方。那如果你看到这3个地方有那种白牌的计程车，那你就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你在农村的地方遇到的白牌计程车，那基本上问题比较少。那么但是你是在这3个旅游景点所遇到的白牌计程车，那基本上问题点比较大。它会不会照跳表？就算它照跳表，说明它的表也经过调整过。所以这3个因为是观光客最多的地方，所以比较危险的一点。我曾经在槟城市场有直接问他们说我要去某一个地点，我平常过去就5万块越盾，结果他就直接跟我说他要20万，而且不跳表。胡志明市基本上有3家比较合法的，分别是麦林、米南森跟米纳达西这3家，它是比较合法。那如果你在这3个地方做景区的计程车，我会建议尽量以找这3家为准。这种计程车因为争议很多，其实是在胡志明市这些景区的地方，他们是有在取缔的，但是还是取缔不完，所以在搭乘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点。再来就是环包车，环包车这个东西其实在越南当地人他们是不会去搭乘，这个东西是纯粹就是观光客在搭乘使用。可是
我曾经搭过一次，因为我以为这个价格并不会很贵，但是我那是走了大概2公里吧。既然他跟我开价40万月盾，我就发现到这已经是一个大坑了，他已经是在坑我了。我最近为了收集一些影片资料，我就顺便又再去搭乘一次。那他这一次的直接给我的开价是跑一圈大概是30分钟，大概是20万。Cái này đi bộ bằng bao nhiêu á? Cái này đi bộ bằng bao nhiêu á? Nửa tiếng 200. Nửa tiếng 200 à? Dạ. Đi vòng vòng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 sông Bạch Đằng này. Nhà là Đức Bà này. Đức Bà. Nhà là Đức. Nhà thờ Đức Bà. 那我跟他讲说你能降价吗？他是给我降到18万。可是等我们上了车了以后，他就会带着你到处绕，绝对是超过半小时。到了景点会叫你下车，然后下去买门票进去里面逛一下。好，例如说到了历史博物馆，他会叫你进去里面绕一圈。那如果你真的是买了门票进去绕，如果你进去里面绕了半小时，那么他在外面等你半小时的时间，他会给你算在他的这一次的环包车的费用里面，也就是说半小时20万，也就是他在外面等你，他就要20万的费用。时间如果有超过到2个小时，你整个的费用会落在80万左右，差不多在1000多块台币了，是相当很可怕的一个费用。如果绕的时间不够，那么他不就会去想办法绕路加时间，然后这个绕路加时间，明明我叫他回去，可是他就是会再绕到另外一边去，然后再从另外一边绕回来，那么他就把时间算在里面。再来就是槟城市场中间这一条街买腰果跟咖啡，那在中间这一条街其实是属于观光客必经之路，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一定是价格开得很高，除非你在这个地方你已经知道这个东西大概多少钱，否则的话我通常不建议在这个地方买，不然你很容易被坑。chỉ có hỏi hơi bao nhiêu? I said 200. I give you 150 only. 50. 150. 1 ký. One day. Mua cái nào? 本来他说他平常卖是卖比较贵，所以他卖我150，然后最后我转头一走，他马上自动就先降到100。再往前走，往右转以后，我遇到了一个红色衣服的阿姨。那我跟她聊天聊了，用越文跟她讲，她发现到我是相当熟越南的，而且粤语又那么好，她就自动的降价1半给我。Mua đi tính giá tốt thôi. Này 550 một cân. 550 một cân. Dạ, 550. Tại sao? 550.000. 550 một ký á? Nè 1 ký đúng rồi, này 600.000. Nhưng mà thấy anh nói tiếng Việt dễ thương nên bớt cho 550.000. Ăn thử Chắc đi. chắn. Chắc chắn. Chắc chắn. Mua đi. Còn cái này là rẻ nè, cái này là hạt dẻ, cái này là hạt điều. Hạt điều thì 250. Cái này sản xuất ở Việt Nam à? Dạ, Việt Nam hàng Bình Dương. Bình Dương à? Dạ đúng rồi, biết Bình Dương không? Có, biết. Anh这里生的土龙堡。经过了我们几次确认价格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它价格已经自己降到了我们可以接受的价格。带壳腰果它已经降到25万1公斤，无壳腰果降到30万1公斤，这个是我们平常在买的外面的正常的价格。那我觉得这个价格都算合理，而且槟城市场的品质也不会太差，所以可能会比外面的品质还更好一点。所以我就直接跟他买了。Tuần sư đang quân đội đại muốn là em nói là 300 à? 300. 1 ký. 1 ký. Ok, để 1 ký ăn đi để thử. Đem về bệnh thử. Để cái này. Dạ rồi. Nếu nào ok ăn là就做工地来mua。越南的腰果分成带壳腰果跟无壳腰果2种。那早期我买的时候，我都买带壳腰果，然后带壳的它比较容易会发生就是腰果里面有坏掉的问题。那无壳腰果当然它比较贵一点，那像这一家它是贵了5万块，可是它的无壳腰果呢吃起来呢品质非常好，几乎我没有吃到有坏掉的问题。至于咖啡的话，越南的咖啡都是属于重烘焙的，那轻焙浅焙的比较少。
那我会建议你，如果要买咖啡的话，在槟城市场，咖啡的价格特别的乱。那不管它是不是所谓的麝香猫咖啡，还是哪里的咖啡，基本上它都是调味过的，都是属于调味式的麝香猫咖啡。那这部分你就自己需要去衡量它的价格。再来就是擦鞋党，擦鞋党这个基本上，如果他们带了擦鞋的工具来找你的话，我会建议你尽量的要避开，因为这个他的坑人的手法会更狠。不管你跟他谈好了多少的价格，如果你跟他说你擦一次鞋，不管是5万还是2万3万，到后面他都会用一些方式，在未经你的同意下，然后想办法让你有意想不到的坑你的方法。像我这一次我遇到的是，他把鞋擦好了，但是他未经我的同意就帮我换了鞋垫，跟我讲说我的鞋垫不好了，很臭了，所以需要换掉。然后他已经帮我换好了，然后事后他再跟我讲要多少钱，实际上他已经帮我换好在里面了。这个我觉得在未经同意的下，然后他跟我讲，我原本是想去付费用的，可是我知道擦鞋党本身就是会坑人的，所以我不想跟他再继续吵下去，再吵下去也没有什么结果，所以我就干脆我钱付一付。那另外一个人他是比较可怜一点的，就是说有一个日本人，他在擦鞋的时候，结果呢他好像也是跟人家谈好说擦一个鞋是5万，可是呢他是2个人过来帮他擦鞋，然后擦完的时候，然后就跟他讲10万块，他们说因为他是2个人。100.000 2 thằng 500 triệu. OK. 那我也还是有遇到比较有良心的擦鞋人，可是并不是在我们平常的一些景区所遇到的风景区这边遇到的，而是距离这些风景区、这些旅游点大概距离它2-3公里的地方，我有些街道我还是有遇到比较有良心的人。接下来是日本街，在日本街里面有很多的酒吧，在它酒吧的前面会有很多女生坐在前面。当你一靠近的时候，那些女生就会希望说你进去她店里面喝酒。那她会拿 menu 给你看，一支酒大概是15万，大概是200块台币一支。等你进去里面的时候呢，女生呢就会希望你请她喝酒。那基本上这些女生喝酒的速度呢，比你的倒酒速度还快。如果你没有意外的话，大概是在1个小时之内，你大概会喝到10支啤酒。那一支酒大概以300cc 为准，可能就是150万就会瞬间消失，也就是2000块台币就瞬间就会被喝掉。非常，而且有时候不是一个女生来跟你要求你请酒，有时候是2位。那在这个地方有个特别注意的地方，就是说你在这里尽量是用现金付款，因为曾经发生过几次盗刷记录，虽然不一定是在日本街，那它有的是在别的酒吧。那为了防止这些盗刷的问题，我通常会建议在酒吧这里喝酒，尽量你就用现金去付款。接下来是眼镜跟卖纪念品的摊贩，那这个基本上摊贩他们的价格都是一开始开价都是会非常的贵的，如果你不懂得怎么去跟他杀价，而且你不懂行情的话，基本上你是一定会被坑的。我大概以弹性眼镜来讲，目前基本上大概最低的带有弹性的太阳眼镜，基本上是在10万左右。如果你是偏光镜的太阳眼镜，那基本上呢，应该是可以谈到13万。如果你2个一起买，我曾经买过，就是20万块，就是2副眼镜，也就是大概300块钱就是2副眼镜。那而且它是偏光镜。蛋浆100啊。có 2 màu à? 150 à? Thôi bán cho anh cái này đi, 130. 130. 130, một cái này 100 thôi. Ừ. Đó bán rẻ cho anh luôn. Đến bán á, ông chọn nó bán 500.
那再来就是一些胡志明市的小贩。那在胡志明市有一些小贩，他们在售给你的时候，他会故意把价格提高。那把价格提高的情况下，基本上我是可以接受，因为就是一个愿卖一个愿买，那基本上就是两情相悦。但是我比较不能接受的就是说，你突然跟我讲好一个价格，那你实际上我们在给你钱，你在找钱的时候，却又给我另外一个价格，那或者是故意找错钱。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再跟你讲对不起，我不小心找错了，我找错了。这种情况我在北越跟南越我各有遇到过。如果你是在比较农村一点的地方，不是在观光区，基本上这个现象比较不会见到，比较少见到。但是你在观光区，反而这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状况。冬瓜包呢？包luôn, được bao luôn à? 包luôn. Bao luôn. Đây. Móng chuột à? Còn có móng chuột. Ba luôn là móng chuột. Em nói là cái này 10.000 mà. À cái này ba 20 đăng. Ok hiểu rồi. Không sao. Không sao. 我们已经大概讲完了在越南这一些可能会遇到一些坑的状况。那虽然这几年他们有一定的改善的状况，可是我们还认为它还有很大的一些的进步的空间。当然也希望这里的环境越来越好，我们才可以多多来这边旅游。